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有风在逛这个 Instagram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账号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账号非常的酷，里面全是这种梦幻般的 AI 艺术短片，布都是这种非常霸气的龙，而且这次视频的播放量非常高，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100万次播放量，这个视频70多万，这个视频2300万，这个视频140万，非常的厉害。随便点开一个视频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视频的话大概什么样，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感觉非常的有创意，而且非常的震撼，这种视频效果非常的有创意，非常的震撼眼球。要做出这样的视频的话，有风的话还是花了很多心思。那我尝试的在可伶 AI 还有 Midjourney 里面进行了多次尝试，最终找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今天的话，有风就来揭秘，让我们怎么样来制作一个类似于像他这样的一个视频。其实你要做这样的视频，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那关键就是我们需要多尝试、多调整。那首先在生成我们视频之前的话，我们需要有一段比较好的一段提示词。那有风尝试了多次最终的话测试这段提示词还不错。这段提示词大概是这样的：一条巨龙气势非凡，身上的鳞片花纹繁复与观众对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本期用到的这些提示词的话，那我都会放在我这个 AI 有风电康网站里面兄弟们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我这个网站里面来复制，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个只是其中一段提示词，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打开 Midjourney。有了提示词以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根据我们的提示词来生成照片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第一个就是 Midjourney，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软件叫做Leonardo AI 的话，你刚开始可以免费使用，每天的话有150分。但是我们 Midjourney 的话就是没有免费使用，你需要直接付费。如果你还没有 Midjourney 账号，那有风在视频下方提供了一个 Midjourney 账号的一个购买或者说活租的按钮，又或者说你想自己注册一个账号，不知道怎么进行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付费，那有风之前也做了一个关于 Midjourney 的一个付费教程，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当你有了 Midjourney 账号以后，登录进 Midjourney 以后，那么可以来到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创建。Midjourney 的话，它现在有直接的一个网页版本，不需要使用 Discord 也可以直接进行生成。那我们把我们刚才的这一段提示词的话，直接复制过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右边的话，我们选择一下比例，点一下这个按钮。这个比例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拖动，因为我们做的是短视频，比例的话，我们选这个9:16。模型的话，我们最好选最新的这个6.1。搜一下，再按一下回车。这个时候 Midjourney 的话就会帮我们生成4张照片。我们接下来，这个只是其中一段的提示词。如果说你还想生成更多的不同效果的一种图片，那我们可以把这段提示词呢复制一下，来到 ChatGPT， 把我们这个提示词粘贴进来。那我在它前面的话加一个这个，我说请根据以下内容帮我生成5个相类似的 AI 提示语。GPT 的话会根据我们刚才这个提示词，再帮我们生成几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一个提示词。我们要做的也就是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然后来到 Midjourney 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生成的第一段，感觉效果的话还是可以。那刚才我们又复制一段，我们再复制一段进来，也是一样的，粘贴到这里面来。可以把这几段的话全部都复制过来，那你可以多得到一些结果，根据你就可选择的余地就很多。如果说你没有 Midjourney 的账号的话，你还可以来到这个 Leonardo AI， 它可以每天的话可以有150分可以免费使用，150分用完以后，你明天再来，那又有150分它的方法和原理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Leonardo AI， 点击这里个图片生成，把我们的提示词的话一样的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左边的话比例的话，我们拉到下面选择这个9:16。那这个地方可以选择我们的模型，那这里面很多模型，那不同的模型的话，它可能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会有所不同直接点击这个生成就可以了。方法和刚才我们这个 Midjourney 一样，我们要做的也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把我们刚才的提示词的话直接粘贴进来。不过我对比了一下，那可能说 Midjourney 它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会比我们这个 Leonardo 的话会稍微好一点。也可以看到刚才 Midjourney 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了这么多不错的一些效果。那我们可以在中间来选择一个
选这张照片。那我测试了非常多，比如说你觉得这张照片你还比较喜欢，那你点击一下它，点击它以后的话，右边的话这里有个更多选项，你首先把这个 Room 这里点一下，先要让它显示出来，不然的话你这里看不到这个。这里还有 Upscale 放大，这个我们也把它加进来。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 Room 把它放大，比如说2倍，我们点击一下它。点了它以后的话，它上面的话我拉到最顶部，它就在对我们这个照片的话进行一个它的一个对整个场景的话，它就会把我们这个场景的话稍微变大一点。因为刚才的话我们看到这条龙的话，因为它显示出来整个的话只有它的一个面部特征，那看不到它的身体。那我们放大2倍的话，可以显示出更多的一个内容。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放大以后的话，它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那原视频的话，我们只可能看到一点，我们放大以后的话，可以看到更多。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身体。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这里有个 Upscale，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来再一次的话，对我们这个图片的话进行一个放大。等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多的一个细节。刚才的话是对它这个整个景的话进行一个放大，这个的话是对它这个 Upscale 啊，是对这张图片的话进行一个细节上的一个调整，就是让即使你放大以后细节看起来都很清楚。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基于我们原图进行一个放大。如果你选后面的话，它可能会变化很大，我们选择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可以看到，刚才的话它已经帮我们把这张图片放大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在新的窗口打开，我们点击一下它。这张图片你看，我即使放大以后，感觉细节的话都有了。你可以点一下放大放小。非常的震撼，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龙的感觉。我点击右键把这个图片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就可以了。那有了我们这个龙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它前面这个主人公，就是我们这个视频上面前面这个人物的形象，我们需要生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人物。那有风的话用了这一段提示词，一个银色长发。因为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原视频的话，也是一个，比如说长发的一个美女站在这个地方，身穿着飘逸的白裙站在一个高原上，俯瞰着燃烧的城市等等等等。那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段话。那有了这段话以后，我们复制一下它，然后来到我们这个 Midjourney， 同样的话把我们这个提示词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才这里比例已经调好了，这里我们不用再调比例，直接按一下回车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它这里 Midjourney 又在帮我们生成，可以看一下刚才这个 Leonardo AI 帮我们生成效果很明显感觉到 Leonardo AI 它生成的效果的话没有我们这个 Midjourney 好。那但是也可以，那你们也可以多次尝试来生成一下用一下，毕竟 Midjourney 你前期可以免费使用。同样的，我们把刚才这个美女这个提示词，我们的人物的一个角色提示词也可以粘贴进来它这边模型因为太多了，我们每个人生成出来的感觉可能都不一样。这里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生成了出了一个美女站在一个火焰前面感觉这个还是非常震撼这段提示词的话，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来把这段提示词先复制一下，来到我们的 GPT 粘贴进来。上面一样的，请根据这个以下内容帮我生成出5个相类似的一个提示词。在这里面的话，按照 Shift 键加 Enter 键，它不会马上发出去。我们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它，GPT 的话又会帮我们生成那5个相类似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场景的话，可以生成出更多我们这种人物的一个效果图出来，那以便我们后面精选。它一共帮我们生成了5个，我们可以分别把这5个的话都复制粘贴进来最后的话我们再来选择一个你可能觉得最好的一张照片的效果。那有风测试了很多次，生成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效果最终的话我觉得这一张的话还不错，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来看一下。你可以点击右键在新的窗口中打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就是一个美女站在一个废墟的前面，看着这一堆废墟。这个照片的话还不够清晰，也不够大。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用刚才同样的方法，先对它进行一个，先对我们这个景的话，先帮我们这个景变大2倍。我们点击这个 Zoom 变成 2x， 这个时候它会帮我们照片的话再一次，你看这里有个 Zoom， 再次帮我们生成4张，把我们的景的话放得更大。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这个它把我们的景已经放大了，从刚才我们这个人物占了这个画面，大概差不多占了大部分。这个时候把我们景放大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物的话已经明显的变小了。那我随便选一张，比如说我觉得第一张还可以，我点击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 Upscale， 把我们这个照片的话整体放大。还是我们点击这个 Stable， 基于我们原照片进行一个放大。放大以后的话，我们照片的话会更清晰。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右键，在图片中打开，照片的话只有这么大，我还需要把它放得更大。那这个就是 Upscale，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它帮我放大后的效果。我再次点击右键，在浏览器中打开。这次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明显比我们刚才这个放的最大只有这么大已经要大很多了，而且的话它放大出来依然非常的清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2张最重要的一个照片，一个是我们这个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这个美女。后面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两张照片的话拼成一段视频。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实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下合成。有了这2张照片，一定要点一下右键，把这个图片的话先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人物给抠出来。我先把这个张人物的照片先保存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用到一个工具，就是 Canva。Canva 的话，它里面有个工具可以帮我们直接进行抠图。如果说你是小白，你想抠这样的图片有点难，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工具来帮我们抠图。那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 Upload， 这里选择文件，从我们的电脑上把刚才下载好的一个照片先给传进来。然后这里点击这个使用这个设计，这里直接点击这个自定义就可以了。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设计，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这里对我们这个图的话进行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我们这个人给抠出来。怎么抠呢？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图，点击左上角这个编辑。编辑的话，这里有个抠图它这个抠图的话是需要Canva的会员。如果说你还没有Canva的会员的话，你可以打开淘宝去搜索一下Canva会员，很便宜，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会员。那如果说你不想买，那这里还有一个免费的工具，它名字叫做 Remove.bj。同样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照片的话传进来，它也可以帮我们抠图。只能说这个免费的软件它抠出来你下载的像素的话有限。我用的是这个 Canva 进行一个抠图，我点击一下它会直接帮我们把这个图的话抠出来。这里的话，我们这个美女的话已经被抠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那这里点击这个下载。这里我们图片类型一定要选 PNG， 这里需要把这个勾上，我们只要这个透明的图片一定要勾上，点击 Download 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抠，只能说它下来，你看图片很小。如果说你用免费版这个网站，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免费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 Photopea。Photopea 的话，它是一个在线的 PS 网站，它会比我们的 PS 会简单很多。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刚才点击中间这个按钮，从我们的电脑上把我们原始的这个图片的话给传进来。接下来的话，再用文件，我们再点击文件，这里有个 Open More， 我们再点击文件，点击这里有个 Open More， 这里从任意文件夹选的第一个，然后把我们刚才抠好的这个美女白地图也给导入进来。让我们按 Ctrl+A、Ctrl+C 复制一下，来到这个里面 Ctrl+V 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这话就有一个抠出来的，还有我们本来它上面的一个图。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套索工具，我们选择第一个吧。这里画，把上面这一节的话给选中。选中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边我们前景颜色，我们选择一个绿色。为什么要绿色？等一下绿色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去背景就比较方便。点击 OK， 再点击这里有个编辑的话，这里有个填充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背景颜色进行一个填充，点击 OK。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你一定要确保你这右边的图层的话选择是我们这个背景图。我们点击这里文件，这里有个填充，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进行背景颜色进行填充，点击 OK。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前面的话就被填充成了这种绿色。等一下我们最后在剪映里面进行一个抠图的话就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全部做好以后的话，点击这个文件，它导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有个导出，导出的话我们点成导出成 GPG 就可以了。这里有个保存。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这2个文件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关了。我们再这里点击一个从电脑上再打开一个图片，这次的话还是选择我们刚才这个美女粘的这个废墟前面这张照片。这次的话我们还是用这个工具，套手工具，第一个把我们这个美女的话给选中。选中以后的话，我们需要点击这个编辑。编辑的话，这里有个填充。填充这次的话，我们这里选择这个使用内容进行一个填充。这个功能的话，点击一个 OK。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把我们这人物去掉，然后用它旁边相近的颜色，帮我们把这个图片给填充上去。看起来是直接把这个人物去掉了，让整个页面的话看起来更自然一些。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这个人物的话已经被去掉了，按 Ctrl+D 取消选择。接下来还是点击文件出，这里的还是导出成一个 GP7 就可以了。把这张背景图片的话也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点击保存就可以了。现在有了我们的素材有了我们的恐龙，有了我们的龙。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图片的话动起来。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雷拉多AI，它生成这个美女其实也还是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效果的话也行如果说你没有 Midjourney 账号你用雷拉多 AI 来生成也是可以的，只是刚才我试了一下生成这个龙的效果不是很好你们可以多试一下，没准可以生成出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叫做可伶 AI。可伶 AI 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 AI 图片或者说 AI 视频的一个生成。它是我们国内快手这家公司做的一个 AI 软件。目前的话我试用了下来的话，感觉还非常的可以。今天的话我就来带大家一起来用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号来注册一个账号。注册好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AI 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案例。你可以看到它整体效果的话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基本上都是 AI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目前来说这个水平还是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AI 视频生成。这里的话，我们这里选择这个图生视频，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我们的一个图片了。我们把我们刚才这个有个绿色底的这个照片，按绿色这个照片点进来，先让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美女动一下。它每一次生成的话会消耗一定的分数。你看它每次生成会消耗10个灵感值你免费注册的话，它好像会送你66分，66分用完以后的话，你需要购买它的一个会员了。有风这里购买了它的一个月的会员有风花了几十块钱购买了它一个会员，来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加进来以后的下面的话，你可以加一些提示词，你想让这个图片怎么动不加也可以，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立即生成就可以了。在下面的话有2种，就是创意想象力和创意相关性。如果说你往左边走，它生成出来一个图片，生成出来一个视频效果，可能和你原来这个图片的话可能相差很远。如果说你调创意相关性越往右边，它生成出来的话越接近于你图片原本的一个样子。我们选在中间，它默认的0.5就可以了。这里选择，比如它生成模式有2种，一种是高性能，高性能的话它只要10分就可以。如果说你用高表现的话，它会35分。它们生成出来的一个区别的话还是很大。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这里的生成时长，我们这里选择5秒，这里也只能用5秒，和点击一个立即生成。这里的话它生成的话可能需要2到5分钟。这个时候你不用管它，你可以点击这个删掉，把我们刚才的恐龙的话。刚才这个龙也传进来，比如说我这个龙也传进来，传进来以后的话都是一样的，点击这个生成就可以了。这里也是提示词都是一样的。这里再点击这个，把我们的背景的话也让它动起来，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个这个背景图，我把人物抠出来了，只要这个背景一样的，点击一个生成就可以了。那我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生成好的这个背景，让它动的一个效果，我放大以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图片生成这个背景生成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叫它用我们的文字生成视频也是可以的。回到 Midjourney， 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这一段提示词，我们这段提示词在视频的最后，复制一下我们这个提示词，打开我们的翻译软件的，给大家看一下最后一个
就是燃烧的城市的残骸啊，差不多。最后一句，我复制一下它，我们需要一个城市在燃烧的这种感觉，我复制一下它，来到可伶 AI， 那这次我们选择这个纹身视频，把我们刚才就是最后一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比例的话，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9:16 1:1，我建议大家短视频选9:16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个立即生成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纹身视频生成出来一个效果。这个的话感觉还是可以，这个背景图就是一个城市，感觉在废墟城市在燃烧，还是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效果。这个人物也可以看，人物他的头发有点动，镜头有点拉近这个效果也可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频比较满意，直接点击这个下载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会员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下载无水印下载。那如果你不是会员，可能下载下来就有水印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背景把我们这个人物还有我们刚才这个背景的话都给下载下来。这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生成的恐龙的一个效果，看一下这一张效果怎么样。那这个的话，我是用的这个高表现的话，就是花了我35分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35分高表现的这个效果感觉还是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只花了10分，也就是高性能的这个效果。这个的话感觉就差点意思，你看，说你有花不同的一个分，它做出来的效果的话，可能就有所不同。高表现的话，它可能得出的结果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样，它效果的话会好很多，它这个的话会好很多。当我们所有的素材视频都准备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剪映，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视频的话，剪辑成类似像它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来试一下。那如果说你电脑上还没有剪映，大家先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下剪映这个软件，左上角这个导入。把我们刚才的素材的话都导进来，我们这个龙的视频，把我们的人物拖到这下面来，先把他们人物拖到我们这个轨道上面，往上面拖，不放到这个主轨道，再把我们这个背景的话也拖进来一下，那把这两个都往上面移一下。那这个比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9:16。那把这两个视频的一个位置变，点击画面，拉到最下面，把我们这两个画面的话调整一下，再把这个人拉全我们整个屏幕。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抠图，把这个绿的把它抠掉。怎么样抠呢？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图层，这里有个抠像的话，拿到这里有个色度抠像，我们点一下它，这里取色器，我们点一下这个绿色，强度也拉，也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话基本上就被抠掉了。阴影的话，你也可以加，也可以看到绿色的话基本上就被抠掉了。然后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刚开始这个画面有一点这种感觉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龙的话也加进来。那怎么我们把我们的龙的话也拖进来，拖到我们这个人物的一个下面，还是点击这个画面吧，点击基本，下面我们调整一下它这个显示的位置。我们先来大概预览一下，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条龙，那我们这个位置的话还需要再来调整一下，现在还不是很像。我们拉到最前面，把我们这个人物的话可以往下面挪一点点，人的话可以再小那么我可以往下面拉那么一点点。那这个恐龙的话可以再往上面走一点。我们再随便点开它一个视频来看一下，就它这个龙的话会慢慢的靠近，这边再看一个，后面这条龙它会慢慢的靠近我们的人物，后面这个龙再慢慢靠近我们这个人物。我们也来设置一下。那么怎么做呢？我们点中我们这个龙的这个图层，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位置这边有个增加关键帧，我们增加一个关键帧，再往后面拉一下，再拉到我们最后的话再来加一个关键帧。这个关键帧的缩放比例的话，我们就这个样子，慢慢让它靠近，再下来，还可以再放大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个恐龙它会慢慢的靠近我们这个人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这个龙它会慢慢的放大，就是类似于这个样。那方法和原理的话，大概的话类似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做好的话，需要多花时间再进行一个调整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这段视频的话再加上一个背景音乐。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的就是一个背景音乐。让我们听一下它用的是什么背景音乐。用的是这个背景音乐。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它这个视频给下下来。
我们需要一下它的背景音乐。然后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个关键词，这关键词叫做 Instagram 视频下载。我们第一个就是它里面很多，我们随便选一个，把刚才的链接粘贴进来，然后下载。那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下下载视频，这广告把它关掉。视频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把它直接拖到这个剪映里面来。最后一个就是它的，我们把它拖进来。拖进来以后，我们点击右键，这里有一个分离音频 ，OK。分离音频以后，我们把它那个原视频给删掉。我们只要它下面的声音。那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大概的话就有这样的效果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后面多的这一段的话给删掉就可以了，向右进行一个删除。那在视频的最后，它还做出了一个黑色的影，点击右键，这里有个新建复合图层。在视频的最后几秒钟，比如说这里点一下它，这边有一个视频最后这里有个混合，我们先把它点开。点开以后，这里有个关键字，我们插一个关键字，拉到最后再插一个关键字，来把不透明度变成0%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视频的最后，也可以看到视频最后慢慢变黑消失。这个时长的话，你可以稍微拉长一点，让它消失的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话就是这样的效果。音量的话，音乐我们这里的话选择一个淡出就可以了。声音的话，它会慢慢的消失掉。OK， 做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导出就可以了。这里选择一个1080，好，然后点击一个导出。视频导出以后，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视频的话上传到你的 Instagram 或者上传到你的一个油管的一个后台，上传到你的油管频道都可以。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上传的，这里有个加号，这里有个上传视频。对于新手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先从这些比较简单的视频先入手，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视频的话传进来。传进来后，这里我们需要写一个标题，标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写关于龙的一些标题。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交给 ChatGPT 帮我写。我给 GPT 提示是帮我写一个关于龙的 YouTube 视频标题和一个视频标签，叫它用英文吧，因为它如果生成出来是中文，那就叫它用英文写就可以了。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复制一下这个标题，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里有标签，标签一样的，我们把刚才你需要的一些标签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复制，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然后这里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选择不是为儿童制作，选择下一步下一步这里选择一个发布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视频传到油管以后，那你怎么赚钱呢？你可以在 Google 搜索，比如说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油管的一个要求，你需要达到什么的要求才可以在油管上面赚钱。我们往下面拉，把这个繁体的话改成一个中文简体，那你可以来好好读一下。它这里面的话要求都给你写清楚。在过去，如果说你做的是短视频，你需要在过去90天以内获得1000名订阅者，并且短视频的观看次数需要达到1000万，那你就可以去申请开通。申请开通以后的话，油管它会对你的视频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以后的话，你就可以开通广告赚钱了。我是有风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本期所有的工具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